我开网店3年，每天在南门寄200个件，光包装费1个月就要4000。我一直以为这是规矩，直到今天难得来寄个私人退货件。老板，包装费多少钱？不要钱，美女以后常来就行。这包装和我平时用的一模一样。陆哥，老规矩，包装费20，赶紧扫码。我一天200单，1个月你多收我12000。他一个新客，你倒免费。她一个小姑娘能寄几个件？你开网店一天流水大几千，我收点辛苦费怎么了？赚得多就活该被你宰。你一个大老板，为了20块钱在这跟我翻脸，嫌贵你别填我地址啊！我不差这20，但我嫌恶心。我以为街坊做生意讲良心，原来熟客在你这儿就是最方便下刀的人。这件我不寄了。面单都打出来了，你说不寄？赚那么多还抠这点包装费，以后你的破件老子一个都不收。不收就不收。3年，我每天来你这儿寄200个件，你把我的信任当傻子说。赵大强，这一脚我记着。你提出去的不是一个包裹，是我3年给你的生意。小姑娘，还是你这儿利索。上回我有个掏耳勺寄到南门，赵大强让我自己去麻袋里翻了半小时。阿姨，小件最容易漏，我都单不放抽屉。您核对一下，别拿错，也别丢了。寄件，退货。里面是硬物，这包装不行，4角没缓冲，上车一压屏幕就碎。纸箱加气泡膜，耗材费多少？不收耗材费。不收？南门一个纸箱收10块，气泡膜另算。你这儿免费，是现在没人先装好人，等老客户多了再宰。运费里本来就有基础包装的钱，咱们刚开张，人少也这么包，以后人多了也不能换一套价。易碎品必须这么包。你们这儿一天能收几个件？没几个，但件少也不能糊弄。今天省几块包装，明天人家的东西碎了，赔的是信任。南门的老板可不是这样干的。我们管不了南门怎么干，只能保证从我们手里出去的件，别让客户提心吊胆。话说得干净，包的也干净，可一个退货件说明不了什么。真遇上麻烦，他们还守不守得住？我得再看看。师傅别扔！干嘛？南门都是直接倒地上的，就你们事儿多。这是生鲜，摔裂了箱子，里面化了烂了，客户打开吃什么？您放车边，我自己搬。送货的都不心疼，你折腾什么？件到了我这儿，客户就只认我，别人不心疼，我得心疼。大家赚钱都不容易，不能让一箱生鲜砸在我手里。寄个咸菜收我10块包装费。我丢了2瓶茅台，赵大强连监控都不给看。外地口音的小姑娘去寄件，他直接多收5块。赵大强不是只坑我，他是把整个小区当提款机。越老实越怕麻烦的人，他越敢下手。我想把小区的件，还有我店里每天几百个单子全转走，但店小不代表一定干净，人少不代表扛得住事。流量真砸下来，他们还能守住底线吗？早班卸货，晚高峰，这2关，一关看良心，一关看本事。要是都经得住，我就把赵大强最怕丢的东西亲手送给他们。你拆箱干嘛？验货，外包装有水渍，里面肯定有烂的。师傅，这3箱长毛了，不能收，您带回去走理赔吧。你先签收，让客户自己找商家赔不就行了？南门都这么干，你这么轴，以后你这儿的件我最后一个送。您最后一个送也行，但这3箱烂桃子真不能收。我今天图省事签了，明天街坊吃坏了，骂的不是司机，是我们北门。烂桃子1颗不收，底线这关过了。可早班没人催，
他能慢慢验。晚高峰几十个人堵在柜台前，他们还能不乱吗？真碎了。算了，自认倒霉，给我个袋子拎回去。碎件不能带走，也不能让您自己认倒霉。钱我先垫给您，您重新买，后面理赔我来追。你垫钱，图什么呀？图您以后寄东西，不用先想会不会被推来推去。尾号3302，中间区第3排。拿好慢走，下一位。碎件敢赔，队伍不乱。晚高峰也过了，普通剑他们能扛，那最重、最怕碎、最容易被骂的剑了。早班巨兽烂桃子守住了底线，晚高峰殿前平息纠纷，扛住了压力。常规流量他们能消化，但我要给他们的是每天几百单的洪水。万一爆仓了，吃亏的是全小区。小剑丢了还能找，大剑碎了直接炸锅。最难伺候的剑，才能使出他们的上限。群主发福利，50面穿衣镜免费送，统一发至北门小雅驿站。要求完好送上楼，一面都不能碎。这50面镜子，他们要是能一面不少一面不碎的送上楼，我就跟他们谈真正的规矩。要是接不住，300单砸过去，就是害了他们。我是这个小区的群主，也开网店，小区收件加上我店里的发单，每天300-400单。300-400单，您想放我们这儿？南门赵大强把小区当提款机，我想换合作对象，但我不是来送钱的，我是来立规矩的。第一，大件和生鲜必须送货上门。第二，绝不加收1分钱耗材费。第三，破损件当场理赔，只要有一次没做好，或者让我发现你们跟赵大强一样看人下菜，合作立刻终止。小区群我也会如实说明。陆哥，您放心，这3条不是您逼我们做，是我们本来就该这么做。话别说太满，真碰上电梯坏了，客户催了，几十斤的东西要爬楼，你们还敢这么答吗？话别说太满，真碰上电梯坏了，几十斤的东西你们也往上扛，一单派件才几块钱，累出一身汗，图什么？陆哥，前年冬天，我爸在老家去镇上拿一袋50斤的化肥，快递点嫌重，让他自己扛，说不扛就放门口。我爸自己扛着上楼，闪了腰，从半层楼梯滚了下去。从那以后，再也干不了重活了。陆哥，我们没多大本事，也不会说漂亮话，我们就是觉得多爬2层楼，可能就少一个老人摔一跤；多垫1层气泡膜，可能就少一个人白赔钱。明天上午会有50面穿衣镜到你们店，那是我送给群里的福利。这是测试，也是最后一关。50个重件、易碎品全给我完好送上楼，碎一面漏一户，加1分钱。这事就到此为止。50面镜子，50户街坊。萧雅、大志，你们要是拿稳了，赵大强手里的小区生意也该换人拿了。车轴承松了，这4个件加起来2000块，真翻一次车，不是赔钱，是你们刚立起来的招牌先摔没了。我推慢点就行，买个新的得200多。大志，把件卸下来放车筐里推。我现在就去5金店买新推车，200块能省，客户的东西不能堵。例行抽查，营业执照、实名登记册拿出来。执照都在这儿，实名登记每天都有签。灭火器上个月刚换的干粉，压力在绿格。字迹清楚，没漏项。现在查得严，你们这种小站最怕侥幸，保持住。手续过关只是门槛，真正考人的是50面镜子送到业主家门口，一面都不能碎。
放门口就行。多少钱？南门送这么大的件儿，起码收30。真不收钱，您先别签，打开看看镜子碎没碎，确认完好再签收。包得这么严实，还真给送上5楼了。小伙子，你等会儿。北门真给免费送上楼，1分钱没收。底线守住了，上限也测出来了。赵大强能踢碎1个包裹，北门能把50面镜子完好送上楼，这笔账街坊自己会算。即日起，我店里的发件全部转到北门小雅驿站，全小区收件地址也建议改到北门。贵重件、大件、生鲜件，别再拿自己的东西去堵南门的脾气。一帮穷鬼送几趟楼就被轰走了。以前排队求我取件的时候，怎么不嫌我贵？陆远，你敢把300多个件全断了，你这是砸我饭碗！南门驿站涉嫌私藏业主贵重物品，物业已留存证据，并保留报警追诉的权利，请各位业主尽快核对历史丢件。陆远，你断我财路，还想让我认栽？没那么容易。陆远，你算计我，你把300多个件全转给北门，大家都是老街坊，你做事这么绝。老街坊的茅台你往柜台底下塞，老街坊的包裹你一脚踢出门，你拿街坊当提款机的时候，想过老街坊吗？那是误会，我一天守10几个小时，收点包装费，拿点辛苦钱，怎么了？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，你破坏信任，就得承担后果。你别得意，北门那2个傻子，一天几百个件还免费送上楼，他们现在是没见过钱，等真忙起来，件丢了货碎了，客户堵门了，你们还得乖乖回来求我。那你就睁大眼睛看着，北门要是撑不住，我第一个撤；他们要是撑住了，你这南门就再也起不来。尾号3302在哪儿呢？老板娘，我都等20分钟了，我这件是奶粉，孩子等着吃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今天件太多了，您别急，奶粉件我优先找，马上给您拿出来。陆哥，对不住，单子一下太多，我们没乱收钱，也没少送楼，可小件真找不过回来了。件越多，人员越忙，人越忙越容易出错。机器管小件，你们的手腾出来，接着扛大件上楼。大件上楼这块招牌不能倒。从今天起，小件入柜，大件人工，生鲜优先。你们不是要硬扛300单，是要学会按规矩扛300单。陆哥，我们一定把这块招牌守住。别扫了，系统封了，拉卷联门。王经理，怎么封了？一上午50个实名投诉，偷件、骂人、私收费用，条条都是红线。总部已经把你们账号停了，停业整顿，等罚款。不可能，我们今天才派了30个件，每个件都在监控底下过手，哪来的50个投诉？我倒要看看你们这规矩还能管不管用。王经理是吧？我是你们的 VIP 客户，一天发200单。既然说北门50个投诉，请把报表给我看看。这涉及隐私，你们连恶意投诉都查不清，就敢封站？那我明天不止切走自己的单子，我会让小区业主一起投诉你们片区管理失职。王建国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50个投诉，号码不是空号就是停机，投诉时间集中在10分钟内。可北门今天总共才派了30个件，王经理，这叫投诉还是买来的水军？报警吧！警察一查号码来源和转账记录，就知道是谁花钱买的水军，恶意扰乱经营秩序、寻衅滋事，一条都跑不掉。别，是我没核实清楚，我这就给你们恢复。投诉单我也会重新提交总部复查。恢复系统只是第一步，以后谁再拿假投诉封北门，我就让他把每一条假投诉都赔出来。
老街坊们，以前我态度急了点，现在我改，来我这儿寄件，立减5块，还送土鸡蛋。北门能送楼，我这儿能省钱。陆哥，今天少了快100个件儿，大妈们都去对面拿鸡蛋了。我们要不要也降价，或者送点肥皂？不然人都被他抢走了。不降，1分都不降。可是一个鸡蛋8毛，降价5块，他每单都在倒贴。一个靠杀熟赚钱的人，突然赔本做好人，图什么？图把你们熬死。但他撑不了多久，为了把倒贴的钱赚回来，他一定会省包装、换破箱、催装卸，最后变成暴力分解。不出3天，贪便宜的人肯定知道。你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把手里的每一个件包得比以前更结实，让他自己把信任砸碎。大志，帮我把这个包好。我儿子给我买的按摩仪2000多块呢，我要退回去。好嘞，刘阿姨，我给您多垫2层。对面送鸡蛋，您怎么不去对面？哼，我疯了！2000多的东西，赵大强那摔摔打打的德行，给我摔坏了。别说10筐鸡蛋，100筐也赔不起。听见了吗？贪便宜的轻件让他抢去，真正贵重的、怕摔的、急用的件，大家只会送到你们这儿。你们别盯着少掉的100单，要盯住还愿意相信你们的人，把这些人的剑守住。南门抢走的，迟早会自己送回来。快点，快点！车里还有200个件没卸呢。陆哥，赵大强从哪儿找的人？这扔法，里面的东西还能要吗？他为了打价格战倒贴钱，顾不起正规装卸，只能找这种按件计费、不管轻重的人。快是快了，东西也快废了。那贪便宜去他那儿寄件的街坊，东西不全毁了？信任这东西建立起来要3年，毁掉只要3天。今天他扔出去的是纸箱，明天砸回来的就是投诉和赔偿。让子弹再飞一会儿，最迟明天，南门必报。到时候不用我们抢，街坊会自己回来。扔准点儿，外包装没破就行，里面碎了算快递公司的，别耽误我出件。赵大强，我3000块的主板被你们踩断了，买家挖了开箱视频，箱子上全是脚印。谁知道是不是买家自己踩的？反正出了我的门，路上谁经手谁负责，别什么锅都往我头上扣。报啊，没保价最多赔你30块。我这监控昨天刚好坏了，你拿什么证明是我这踩的？小张，保存好开箱视频、底单和外包装照片。南门监控坏了，快递中转站的称重监控和分拣记录可没坏。价格战打到最后，拼的不是谁便宜，是谁先把信任砸穿。赵大强欲使其灭亡，必边使其疯狂。你接着砸。赵大强，你送的臭鸡蛋让我孙子拉了1晚上肚子。我买的玻璃杯碎成渣了，鸡蛋白送的，爱要不要？快递碎了，找卖家，找派递公司，再堵我门口，我报警说你们闹事儿。刘阿姨，别动手，动手就有理变没理了。他雇的临时工怎么砸东西的，我已经拍下来了。大家先留好底单和破损照片，别在这跟他吵，让他自己玩死自己。拍视频吓唬谁呢？我倒要看看北门那俩干净人能干净几天。小雅，阿姨对不住你，贪便宜去了南门，保健品全摔漏了。这10块钱你拿着当包装费，不收钱阿姨不踏实。阿姨，陆哥定过规矩，不收包装费就是不收。您觉得我们做得好，以后把件放心放这儿，比多给10块钱强。陆哥，群里闹得太凶，你帮兄弟说句话，以后你网店的件我全免费，包装我也不收了。说你的臭鸡蛋是进口的，还是说你的临时工在练铁砂掌？陆哥，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你不是输给北门，你是输给你自己那双踩包裹的脚。陆远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不是护着北门吗？我倒要看看他们赔不赔得起真正的贵重件。陆远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不是护着北门吗？我倒要看看他们赔不赔得起真正的贵重件。踹坏了，照价赔偿。我门口有监控，你赖不掉。我一家老小指着驿站吃饭，你非要把我往死里逼。逼死你的不是我，包装费只收老实人的，对网红免单，这叫杀虫。雇临时工砸坏业主东西还拒不领赔，这叫故意损坏。偷藏茅台还装没看见，那叫手脚不干净。那是路上颠坏的。路上颠的，视频里你的人从车上往地上砸，
香脚都瘪了，你还在旁边喊快点。行，你路远牛逼，你敢说你没拿北门的回扣，咱们走着瞧。我治不了你，我还治不了北门那2个土包子。明天我就送他们一个赔不起的价。果然要跳墙了。陆哥，破500单了，南门今天一上午都没人去。别飘，单量越大，越容易有人钻空子。赵大强昨晚找过我，狗急了会跳墙。从今天起，每一个剑必须在监控底下过手，贵重剑、保价剑、木箱剑，谁拆谁负责，能不带拆就不带拆。遇到胡搅蛮缠的，别吵，直接报警。尾号8844。先生，这是保价的大木箱，我们不好代拆，您自己开。开之前，我先给您拍一下外包装。哇塞，我的花瓶！你们完了，这东西你们赔不起！这是我花10万拍的清代古董，碎成渣了，你们赔！今天不拿10万，老子就让你们这破驿站热搜！说你们暴力分解，摔碎古董还不认账！你动一下试试。你谁呀？想替他们掏10万？面单计费重量1.5公斤，这么大的实心瓷瓶，加上木箱和泡沫，至少5公斤。1.5公斤，说明这个剑寄出来的时候，里面就不可能是完整花瓶。你放屁！别急，快递每一站都有轻重记录。你要10万，我就陪你查到底。是不是放屁？警察调始发站和中转站场称重记录，一查就知道。喂，110吗？有人涉嫌敲诈勒索，开口金额10万。打人了！驿站合伙欺负顾客了！警察来之前，谁也别碰现场，谁碰，谁就可能说不清。10万块的清代古董，断口里有没干掏的502胶水。那是原主人自己粘的。拿粘过的破瓷片装完整古董额10万，你现在收手，还来得及少说2句。再闹下去，敲诈勒索的证据就是你自己一句一句喊出来的。各位街坊，举起手机录像。从现在开始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证据。行，算我倒霉。10万不要了，赔我1万块手工费就算了。1分都不赔！警察同志，他们暴力分解摔碎我的工艺品不赔钱。警察同志，我报的警。这人涉嫌敲诈，完整花瓶加木箱不会少于5公斤，但他面单计费重量只有1.5公斤。我们怀疑寄件时里面就是碎片。指挥中心核查该运单在始发站和中转站的后台称重记录，重点看3次称重是否一致。查到了，该运单3次称重记录均为1.52公斤。1.52公斤，3次一致。身份证拿出来。昨天下午，南门驿站门口跟赵大强抽烟的是你吧？你胡说！我不认识赵大强。我的车昨天刚好停在南门对面。视频里，赵大强塞给你一条中华烟，就是昨晚他想拿来堵我嘴那条。带走！大志，把今天所有监控、外包装照片、面单记录全部打包。赵大强既然找死，咱们就把证据链给他定死。陆哥，这满地碎渣，明天怎么做生意？现场不能动，等警方和价格认定的人取证完再扫。贼惦记上你，连呼吸都是错的。走，去派出所查清了。孙健，外号瘦猴，是个用假货碰瓷的惯犯，刚放出来半年。王所，孙健只是个拿钱办事的混混，真正的幕后黑手，现在估计正躲在南门，等着看北门赔钱关门。你是说赵大强？但孙健是老油条，死咬着不松口。咱们没直接证据抓人，不需要他松口。碰瓷需要本钱。孙健这种刚放出来的无业游民，买假古董、发木箱快递，雇人配合的钱从哪来？查一查赵大强这2天的微信转账记录，只要资金链、接触视频和碰瓷时间能对上，他就不是旁观者，是涉嫌共同犯罪。对，小刘，
立刻去调赵大强这2天的流水，再把南门门口的公共监控一并调出来。赵大强，水军没砸死北门，价格战没拖死北门，碰瓷也该轮到你自己付账了。警察同志，我的赔偿什么时候给？我东西在他们驿站碎了，你们不能因为他们开店有人撑腰，就把我这个顾客当坏人吧？鉴定报告出来了，你那堆所谓的清代青花瓷是现代树脂灌浆工艺品，断口处有没干透的502胶水，市场价50块。50块也是钱，50块的东西在他们驿站碎了，他们也得赔。我又没说假的不能赔。我看了他们驿站的监控，大致拖箱子的时候背对镜头，根本拍不到箱子底下。你们没证据证明是我砸的，就不能说我敲诈。哼，你以为路远提醒他们每个件都在监控下过手，是说说而已。你以为北门驿站就只有头顶那第1个防盗摄像头吗？看清楚了，大致放箱的时候，箱子是稳的。你自己一锤子砸穿木箱，把里面那堆瓷片砸得更碎。物品是假的，重量是假的，破损也是你自己砸出来的，敲诈勒索事实清楚。现在咱们聊聊你的幕后主使赵大强。我真不认识他，昨天那烟是我找他买的。对，我就是路过南门买包烟，这事儿是我自己干的，跟别人没关系。你以为删了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就没了？你以为让我们查流水是吓唬你的？看看这是什么？昨天下午3点，赵大强给你转账500元，备注写的是去北门搞点动静。你不是说不认识他吗？这500块是他给你买烟的钱，还是买你去敲诈的钱？这是他让我去北门买东西。他说北门服务好，让我去看看。孙健，你当警察是3岁小孩吗？我给你普法，敲诈勒索10万块已经不是小打小闹，数额巨大，3年起步，最高10年。赵大强花500块把你送到这里，他现在在外面装没事人，你准备一个人把这锅背到底？你这兄弟当得挺值钱，500块买你10年。王八蛋赵大强，他说出了事他兜着，花瓶是他买的，木箱是他订的，面单也是他让我发的。他说北门最怕贵重件理赔，我全招。小刘，口供、转账记录、行车记录仪视频都有了，带人去南门，立刻传唤赵大强。赵大强，你涉嫌指使他人敲诈勒索，并恶意扰乱北门驿站正常经营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警察乱抓人了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北门驿站买通了警察，要搞死我这个老街坊，他们就是想垄断小区快递。你给孙健转账500块，备注去北门搞点动静，这也是老街坊做的事。他是我远房表弟，我借给他500块吃饭怎么了？借钱也犯法吗？借钱不犯法，借钱让人带假古董去北门敲诈10万就犯法了。赵大强，你个王八蛋！你拿500块让我去砸花瓶，说出了事你兜着。现在老子要判刑，你躲在这装没事人！你放屁！我不认识你，你自己敲诈，别往我身上泼脏水！我不去派出所。消防通道堵死，私收生鲜加急费，实名登记缺漏，我们接到大量实名举报，依法突击点查，暴力分检，拒不理赔。故意损坏他人财物，视频证据确凿。哎呀，我买的进口降压药还在里面呢，这驿站封了，咱们的东西怎么办啊？不会全压在里面吧？南门被封后的第2天，邮政局安排专人将南门的包裹全部转移到了北门。北门驿站门口，取件的队伍排成了10几米长的长龙，一直拐到了小区绿化带。虽然人多，但队伍井然有序。小雅在电脑前飞快地扫码。张阿姨，您的件刚从南门转过来，当面拆开验一下，要是在南门那边已经坏了，我帮您登记追责；要是在我们这儿出问题，我给您理赔。赔什么呀？只要不在赵大强那儿受气就行。你们慢点找，我们愿意等。媳妇儿，今天800单，咱们一上午就清完了。南门的件儿转过来也没乱，看样子接手整个小区也没多难嘛。今天800单，你们就觉得稳了？下周双11，一天3000单，连下半个月。现在靠一股劲儿能扛，真到那时候，你们长出3头6臂也得累死。
你们准备好怎么死了吗？陆哥放心，预案我们做了，找了3个临时工，专门负责卸货和送件上楼，双11肯定够用。工资怎么结？培训做了吗？按月结，干满发钱。搬个纸箱子应该不需要专门培训吧？糊涂！双11最累，最容易跑人，按月结，人干2天跑了，你们拿什么留？必须日结，当天结清，别让人替你们白扛。不培训，谁知道生鲜不能压？谁知道大件怎么搬不伤腰？你们刚把赵大强送进去，转头就把临时工当耗材用，是想变成下一个赵大强吗？陆哥，我懂了，下午就定规矩，工资日结，搬运培训分区标准，责任签字全补上，绝不亏待他们。双11只是体力考验，真正决定你们能不能在小区站稳的是下个月。我替你们报名了总部的年度标杆驿站评选。陆哥，听说审查组特别严，要查50多项，查出问题轻则整改，重则停业。咱们这小店真能去争标杆吗？赵大强倒了，不代表小区就没人盯着这块肉。物业明天能租给李大强，后天也能租给王大强，拿到官方的独家授权标牌，才是你们在这个小区扎根的底气。媳妇儿别怕，咱们规矩做生意，不偷不抢不杀熟，有什么不能查的？干！开始检查，无关人员退后。灭火器正常，消防通道无杂物，达标。证照齐全，监控无死角，达标。老板，你们线下服务做得不错，可后台数据很难看。这个数字化入库率是弄虚作假，还是根本没按总部标准执行？没有啊，领导，我们每一单都是真实扫码的，绝对没有造假。那为什么数字化入库率只有40%，剩下60%全靠你们在纸箱上手写楼栋号？小区老人多，不会用智能柜取件码，手写大字是为了让他们不用看手机也能找着件啊。方便老人是服务，效率低下也是事实。双11单量破3000，人工分类会瞬间爆仓，总部只看数据，不听辛苦。数字化严重落后，限3天内提升到90%，否则取消平营资格，并列入重点整改名单。全改自助扫码，老人不会用，继续手写，数据又过不了。我们想照顾老人，反而成了不合格，这根本就是个死局啊！谁说高科技就一定要抛弃老人？系统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这个局有解。高拍机对接后台系统，所有包裹进站先自动识别面单，入库率提上去。老人的件贴带颜色的超大号标签，不用他们记一串取现码。老人不用识能手机，直接拿这个扫码枪按颜色扫，音箱自动播报货架号。总部要数字化，老人要看得懂，我们两边都要。也就是说，后台数据能达标，老人也不用被机器挡在门外。张大爷，您的件贴了红标，您不用看手机，对着红码按一下这个大按钮就行。红3排2层。嘿，这机器还会说话，不用看手机，也不用麻烦你们翻半天，我自己就能找着了。喂，王总，今年的年度标杆驿站我找到候选了，不是设备最贵的那家，是最懂怎么把系统和人情一起做好的那家。陆哥，复评过了，数字化入户率提上去了，老人取件也没被落下，这套系统真管用。别高兴太早，评优只是资格，今天11月11号，真正的生死战现在才开始。
的天，这比平时多了5倍不止啊！这要是分错一批，后面全乱了。大志，大件直接上推车，临时工先挑生鲜进冷柜，退货块全部堆到最里面，扫码分区上架，一步都别乱，动起来！收件只是热身，白天考效率，晚上考退货。真正的地狱，在今晚12点。今天双11，取件居然不用堵门，一扫就走。李姐，您的猫砂和女水，我这就给您送上6楼。双11也照规矩来。双11还给送上楼，小雅驿站这服务真没白夸。第一波扛过去了，退货区腾出来了吗？后半夜，退货高峰一来，10分钟就能把柜台淹了。腾出来了，胶带、纸箱、退货面单都备了双份。临时工也按你说的轮班休息，没人硬扛。牌子批下来了，但按总部统一规范，标杆驿站必须采购指定环保纸箱，把这份合同签了，牌子才能正式挂。一个纸箱3块钱，我们在批发市场拿货才8毛，这成本翻了快4倍。真签了，我们免费包装就撑不住了。以前赵大强在南门每个月从我这儿拿5000个纸箱，现在他进去了，这份额就得你们背。不签，这牌子我随时收回。原来赵大强那些乱收费，有一半是给你们填这个坑。你们这是强买强卖！赵大强愿意当你的提款机，那是他的事。北门靠规矩拿的牌子，不靠回扣保牌子，这合同不能签。你谁呀？驿站内部的事轮得到你插嘴？我是这儿最大的发件客户，他们要是用了你的3块钱纸箱，我的发件成本，全小区的包装成本都会被你抬上去。你想割的韭菜？行，你们有种！牌子想挂，系统也想用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把北门小雅驿站的系统端口给我掐了，看他们今晚退货怎么发。大志，重储路由器，换备用网络，账号登不进去了。老板娘，我这退货还有10分钟就超时了，超时商家就不退款了，你到底不能发呀？路远，系统扫不进去，退货单就出不了，发车也发不了，这么多业主要使，我们真赔不起。大志，维持秩序，手工登记单号，先把业主稳住。小雅，所有超时风险逐个拍照留证。系统被人为掐断，责任不在你们。王建国敢拿系统卡你们，说明这条灰线他走惯了。他既然跟赵大强有利益输送，纸箱供应商的尾巴一定藏不住。查清楚，我就能一击致命。2位老板，系统还没好呢，退货超时赔不起吧？把采购合同签了，我打个电话，5分钟就给你们修好。王经理，这家绿源包装的法人代表叫李娟，是你老婆吧？同名同姓的人多了，你少在这造谣，我告你诽谤。过去3年，赵大强每个月固定给李娟账户打款1万5，纸箱采购价3块，市场价8毛，中间差价进了谁留？我已经打包发给你们总部审计科和纪检部。王建国，立刻回总部接受停职调查。北门驿站系统马上恢复，红招照常下发。大志，挂上去。但记住，牌子不是护身符，规矩才是。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。赵大强倒了，又来个王建景，说明只要规矩不够硬，总有人想拿权力和流量钻空子。靠打倒1、2人没用，
必须把规矩变成铁律。路远哥，我想通了，现在全小区都认北门，单靠这间小店迟早会被单量压垮，只有我们自己做大做规范，别人才不敢拿捏。我想把隔壁空着的商铺租下来，打通扩店。双十一过了就是淡季，单量腰斩，房租和人工成本可是固定的，一旦亏本，你们还能坚持不收耗材费吗？还能坚持大件送上楼吗？撑不住怎么办？撑不住我就去跑夜班外卖，补贴店里。只要能把这块招牌保住，包装免费，大件上楼这2条，我们再苦也不改。隔壁房东我认识，我可以出面做担保，但有个死规矩，店面扩大，服务标准绝不能降，大件送上楼，包装永久免费，这2条必须死死咬住。哪天你们为了赚钱破了规矩，我不光撤单，还会亲手砸了你们这块牌子，敢赌吗？这全自动传送带太好使了，以前3个人翻到头疼，现在1个人盯着，剑也不乱飞了。效率提上来，不是为了少服务，是为了把服务做得更稳。陆哥，你说规矩要变成铁律，我们就把规矩贴在墙上，让全小区的人监督我们，也提醒我们自己别忘本。挂上去简单，守住难。越是生意好了，越容易有人想开口子。陆哥，半年前我们连个新纸箱都舍不得买，要不是你盯着我们，拉我们一把，我们早被赶出小区了。陆哥，这是我们店里唯一一张终身免邮 VIP 卡，以后你网店的件儿我们全包，1分钱不收。不是坏规矩，就是我们想报答你。收回去。陆哥，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赵大强和王建国是怎么出事的？一个搞特权杀熟，一个吃回扣卡系统。规矩面前，一旦有人例外，墙上的4个不就成了笑话。我今天拿了你的免邮卡，明天我就没资格指责任何一个破坏规矩的人。你们想把我变成下一个赵大强，还是想把自己变成下一个王建国？拿剪刀把卡剪了。不剪，说明你们心里还是想留一条特权的缝。这店明天就别开了。陆哥说的对，规矩就是规矩。今天给你免单，明天就会有人让我们给亲戚免单，再后面就会有人拿关系压人，这个口子不能开。陆哥，以后咱们店里只有规矩，不用特权，谁来都一样，谁也不能例外。这机器怎么扫不上啊？我眼睛花，看不清字儿。大妈，我来帮您吧。哎呀，太谢谢你了，小伙子。大妈，我帮您装好吧。规矩立住了，人心也就聚齐了。房子卖了，赔了那些被你摔坏扣下弄丢快递的业主，又交了罚金，现在1分钱都没了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就是想多赚点，我没想到会把家也赔进去。等我出去，我一定好好干，重新开始。你名声早就臭了，谁还敢把东西交给你？谁还敢信你？签字吧，别再拖累我和孩子了。09527组装不合格，企图蒙混过关，扣除本月考核分2分。我错了，我以前习惯糊弄人，我马上重做。在这里没有熟人价，没有漏洞，规矩就是规矩。什么？老刘，你人没事吧？
好，你先在车里待着，千万别动着，货别搬，等我们过去。大志，老刘的货车在5公里外的高架桥下抛锚了，车上全是咱们小区买的年夜饭生鲜，足300个件儿。今晚降温零下10度，不拉回来全得冻坏。这不是赔不赔的问题，这是300户人家的年夜饭。我借个3轮车去拉。5公里，雪这么大，你一个人1辆3轮车，拉到天亮也拉不完。规矩立住了，也该看看人心能不能聚起来。拿上地图，跟我走。各位邻居，我是陆远。北门驿站的快递车在高架桥下抛锚了，车上有300个生鲜件，很多都是大家的年夜饭。这半年来，北门小雅和大志是怎么对大家的，大家心里有数。现在他们遇到难处了，有空的老爷们儿带上工具来高架桥下集合。今晚不是帮一家店，是帮咱们自己把年夜饭接回家。陆局长，大志，我们带车来了。北门平时帮我们送上楼，今晚轮到我们搭把手。别愣着，生鲜趴动，排成长龙，传箭，一项都不能落下。1、2、3，推，稳住！里面是街坊的年夜饭，别摔！大雪天的，没大家帮忙，我们店就砸了，300户的年夜饭也保不住。谢谢大家。谢啥？平时你们大件免费送上楼，老人不会扫码，你们手把手教，咱们帮这一把是应该的。换成南门赵大强，我不踩2下都算哭去。大家大半夜出来挨冻，不光是帮驿站，也是帮咱们自己。这3年，大家花钱买服务，到赵大顺那儿却成了受气，凭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老实人好欺负，觉得街坊的信任可以拿来宰。赵大强进去，王建国也倒，但这规矩不能只靠抓坏人来守，他得靠这家店守，也得靠咱们全小区一起盯着。规矩守住了，花钱买服务才不用再低头受气。从一脚踢飞的包裹，到300箱年夜饭被大家一起接回家，规矩立住了，人心也聚起来了。这个年真亮堂。